我终于回来了！不瞒各位，今天早晨我登录小破站的时候，成千上万的宝贝们的私信直接把后台给炸掉了，我这破手机当场就死机了。不过我不用看信息，我也知道是啥事儿。我超级能感受到大家的心情，因为我昨天大半夜几乎是一宿没睡。我整理那些消息到清晨5点，我就是为了给宝贝们一个一手信息，你们知道吗？昨天晚上粉丝圈大乱斗，那真的是单改101黑粉独宠浪了丁啊！不瞒各位说，人生头一回磕真人，见识了这饭圈的奇景，咱们真的是开了眼界了啊！可能有不关注微博还不知道咋回事的，是不是啊？没事儿，我给你们捋捋啊。头一个是啥事儿呢？总结起来就是明明谁都没有错，偏偏非说是衣服的货。要说这个衣服啊，其实我9号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瓜，说她老公呢跑到 K 圈里去借汉服，说是要白色的，但是又借了30多套啊，挑来挑去。至于你有没有他老婆的这一套，咱们也知不道。反正他老婆这黑色衣服里是真穿了白色的那一套，他那个里头没有他老公的那一套，那他黑色的这一套也是他老公代言的梦幻西游联动款啊，怎么就到了营销号手里就变成了别人定制款了？嘿，你就说有意思不？更有意思的是，这撞衫的话题他居然还上了热议，他们两口子衣柜都扛彼此家里了，撞衫都撞出同一件了，我咋也没看见过他上热议。你要说每个营销号水军下场我能信，关键是营销号的下场的理由啊就更无语。那位说我多无语，我给你们说一个娱乐圈传出的故事。本来有一群资本啊，他们想对付小 J， 结果却黑了小 A， 因为他们相信如果小 A 被黑，小 J 一定会下场。这个资本难道是克拉了？于是乎一场浩大的针对小 J 和小 A 的活动就开始了。在小 A 被黑的轰轰烈烈啊，后来又因为发了低热去医院的事情被逐步放大以后，小 J 忍不住终于不负众望的下场了，一连转发了多个宣传来引流，而他上线操作以后，小 A 在新闻突然间就下线了，紧接着大量的水军就开始出现在两人广场里挥之不去。所以你们说他们要对付的到底是谁呢？而他们为什么要现在才进行呢？哎呀，一个原因啊是听说最近小 A 签了大眼儿，大眼儿他是浪旗下的公司，搞宣发那是一个好手啊，结果就抢到了很不错的几个资源，连带着小 J 也一起受益。可是然后还有第二个理由，听说单改101可能啊，很有可能变成单改001。好家伙的，圈里的饼就是这么多，全让你吃了，我不就没有了？所以大家只好集合去啃你一口了。你以为的饭圈之争，其实是资本的一个手段。当然了，这个只是一个关于圈里产出的故事，产出嘛，大家懂的都懂啊，产出可以是假的，但是有一件事儿却是真的，什么事儿呢？东野圭吾曾说过，世界上有2种东西是不能直视，一是太阳，二是人心。因为人心有的时候其实是最经不起考验的。可是咱们就偏偏遇上了世界上有这么2个人，一个29岁说一生，一个30岁许永远。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明知人心难测而信之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他们都曾经在娱乐圈落魄过，摸爬滚打过，拼了半条命才到今天的。他们不会看不透这名利场里面所有人性的虚伪和丑陋，也不会不知道在这个圈子里的潜规则。可他们依旧愿意将彼此的真心和信任交付，而在一系列的被冲击的骚操作之中，他们都做到了。纵使千万人诋毁于你，我亦站在你身后；纵使在圈里要杀出一条血路，我对你这以身相护。纵千万人吾往矣。世界上有这样的2个人让我们爱过，世界上有这样的感情让我们曾经感同身受过，一生足矣。我想这就是我们作为龚俊和张哲瀚的粉丝最骄傲的事情。但是我想正也是因为他们的美好，我们才不忍心他们被有心之人利用践踏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才会忍不住伤心愤怒和想要战斗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宝贝们，保护他们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包括但绝不限于吵架这件事情。而且我个人认为，争执是解决问题最不智的方法。更重要的是，这还是资本控制下的一场营销，它根本目的就是要挑起你饭圈的争斗，以达到它兵不血刃解决正主最快的捷径。所以如果你现在下场，那咱们就是真正的正中下怀了啊！别忘了，国家正要治理饭圈治乱呢啊！这帮人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注意，到时候枪打出头鸟，谁蹦得越欢谁就越倒霉。你们就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另外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常与同好争高低，不与傻瓜论短长啊！宝贝们，如果现在生气愤怒，你不就等于给了他们理由吗？让他们有机会把你的智商拉低到跟他们一个高度，然后他们再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你，好嘛？与其如此，不如不去理会，压根儿我不给你颜色。大家记住一句话，欲要其亡，必要其先疯狂。
越是疯狂，越是容易灭亡啊，是吧，宝贝们？前车之鉴，你们不要忘了，哎，而且咱们要充分相信咱们的2位正主。还是我以前说过的那句话：不经历风雨，如何见彩虹？不经历世事，如何脱胎换骨？欲戴皇冠，必承其重啊！你们说是不是？这就是他们现在必须要经历的一条路，这也是我们陪他们一路同行的时候必须要经历的这一条路。所以我们作为他们的粉丝，作为他们的后盾，是坚决不能因为一点风吹草动就激动的呀！宝贝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我们的路还长着呢，今年才是一个开始。所以我今天出这期视频的真正的目的，还是希望宝贝们能更多的心平气和、理智的去思考这个问题，然后等待正主对于这件事情的回应啊。如果说他没有什么反应，那么我们也不用再过多的给予这个颜色了。你们说行吗？好了，宝贝们，事儿我也讲完了，道理我也讲完了啊，个人观点我也抒发完了，同不同意？那就是大家可以各抒己见的事情了。我还是希望下一期我们能够正常的课堂，你们说好吗？好啦，今天就唠嗑就到此告一段落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开心的傍晚，爱你们的悠悠，我们下期见，么么哒。